1930年，日本全國彌漫着備戰的氣氛，一個狠人在鼓勵生育的口號中於奇遇出生，他就是日後的日本首富武井寶雄。雖然他也入伍過，但等他真正長大步入社會時，當然已經是日本戰敗之後了。他做過體制內的國鐵職員，但是在戰後的混亂和資源短缺中，體制內的背景反而常常是個底 buff。於是寶雄也辭職，走入了灰色地帶，開始了魚連隊的生活方式。所謂的魚連隊，你可以理解成當時日本的黑社會邊緣。在這個期間，寶雄的生活非常出格，賣黑市米被抓，賭到欠債，躲避債主幾次身處險境，甚至有惹到過硬茬子被槍頂到肚子上的時候。這樣的青年時代可能也造就了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直到1966年，武井寶雄在東京板橋區創立了個體公司富士商事，隨後公司化改名，最終成為了日本經濟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株式會社五富士。今天我們來聊聊這日本泡沫和蕭條時期的重要事件，在民間幾乎和高利貸劃等號的五富士公司。這裡是花散里，喜歡這樣的內容別忘了先點讚訂閱喲。五富士最成功的決策就是他們決定以住在團地裡的主婦為目標客戶群，用正常的或者灰色的手段讓团地主婦們借一筆家庭還得起的高利貸。這套模式後來便被稱為团地金融。和現在团地裡普遍住着窮人不同，当时能夠住進住宅公團团地的，往往意味着通過了包括收入在內的嚴格入居審查。換句話說，國家或者公團替五富士做了一次信用篩查，這大大降低了五富士的運營成本和壞賬風險。而且這些家庭更多的是優質工薪階級，而不是和武井一樣的小混混出身。換成那些他的魚連隊老朋友們借了高利貸的話，大多是即使有錢也要想辦法不還。但是這些優質工薪階级則更多會選擇即使是沒有錢也要想辦法還債。當然了，五富士也注意了降低壞賬風險，他們不做大額貸款，只做無擔保的小額借貸。傳單和廣告上不斷地強調是專門為太太們設計的融資平台，什麼炒股的啟動資金呀、開店創業的資金呀之類的小額創業貸，5000日元或者1萬日元的微小貸款也放。這種微小金額的消費貸後來才是五富士放出去的貸款的主力。總之目標就是讓团地家庭欠自己一筆還得起的錢。這個生意有多賺呢？當時日本的貸款利率上限高得離譜，最高時甚至有過109%的年化利率。即使到了90年代泡沫破裂之後，不受惩罰的利率上限也可以高達40%，直到21世紀才降到了現在的20%左右。一開始武井親自教下面的人如何挑選客戶，他帶着員工上午10點抬頭看陽台，如果哪家這個點還不晾衣服的，說明女主人的生活節奏不規律，缺乏自制力。之後觀察哪一家把內衣褲晾在最外層，說明女主人的性格大條，可能油鹽不進。再然後去看信箱，哪家堆了很多信件不取的話，可能意味着他家出現了資金問題，不敢面对催收賬單。五富士的員工甚至會假裝借廁所去看看目標家裡是否打掃得不乾淨。以上這些如果沾了的，那麼恭喜你，你不是五富士的目標客戶了，因為他們怕收不回來錢。就用這種方式，五富士的生意規模發展得飛快。1974年，公司從富士商事改名為株式會社五富士時，其貸款餘額已經高達17億日元。1977年10月，五富士的貸款餘額到了100億日元。1978年5月，把總部遷到池袋的地標大樓，上下60。1980年，五富士以650億貸款餘額登頂日本民間貸款行業。1981年6月，貸款餘額更是到了1000億日元。之後的五富士一直佔據着全行業遙遙領先的第一位置，長達20多年，也把武井寶雄送上了日本首富的位置。他在山并區的豪宅佔地4800平方米，造價高達30億日元。而五富士公司內部追求的是效率主義。根據當時的五富士員工們回憶，他們的流程高度組織化 SOP 化，甚至專門定制過按照日語50音的順序排列的鍵盤，好讓不習慣打字的低學歷日本人也能夠迅速上手。文件制作時有嚴格的顏色和圖示規定，要求一眼就能知道是什麼文件，還要求一份文件最多就1頁內容，即使是小學生也要能看懂。所有的業務員與客戶的電話都用相同的名字，讓任何員工都能夠立刻接手任何業務。上司回到公司時，全體下屬必須起立迎接，日常進行社內禮儀訓練，模仿軍隊實行嚴格的上下級命令制度，也有嚴格的服裝規定。
禁止染髮、禁止墨鏡、禁止手部首飾，髮型不能遮耳，必須隨時穿着白色的純色襯衫等等。總之，畢竟是高利貸相關，工作人員很多都是小混混出身，真的沒有什麼文化，就用這種方式把他們死死管起來，變成條件反射的螺絲釘，然後讓他們出去發揮自己擅長的灰色地帶手段，以此逼迫社會中間的工薪階級老實人們把錢拿出來。五富士的生意開始出問題，並不是先從財務報表開始，而是先從社會氛圍開始。由於這些團地金融公司做得太過分了，日本人也明白了這些所謂的消費金融是個什麼樣的坑。即使是現在，你就問日本人對薩拉金的印象是什麼，答案也還是髒、狠、危險之類的。社會常識就是，一旦選擇了消費金融，就默認自己已經被銀行那一套基於明文規則的信用秩序排除在外的。而五富士偏偏做成了消費金融催債時的行業標杆，他們創造了不少消費金融行業在法律灰色地帶催收的操作方式，也有很多催收手段只有五富士的人敢做，比如欠債人躲着不開門，只有五富士的人會往他家的鑰匙孔裡灌膠水，防止他連夜跑路。也有被五富士的暴力催收逼到自殺的人，因為有人臥軌自殺的話會導致電車臨時停運，曾經甚至有過中央線突然停運的話，就是有人在五富士拉滿額度貸款了的戲言。因為五富士經常暴力催收，常常鬧得需要警察出面，武警本人也被帶走了好幾次。這也是因為隨着消費金融行業的擴大，不能總是盯着團地裡的優質客戶了，核心客群也發生了变化。後來的消費金融客戶更多的就是在银行裡貸不到錢，信用卡也辦不了的信用瑕疵人員，很多時候催收又變回了曾經的黑道金錢衝突問題。這讓日本主流社會對於五富士這些消費金融公司的觀感極差，因為五富士這麼明顯的有問題，高利貸問題又引發了公憤，日本的媒體們也追着挖他的黑料，而且還總是一抓一個準，不斷的爆出五富士如何與灰色勢力勾結，還有和黑社會合作強買土地呀、非法驅逐遊行人群啊之類的問題。五富士本來想要利用前警視總監當顧問的方式模糊化涉黑問題的焦點，但泡沫破裂之後，日本政府本身都沒有多少公信力，一個前警视總監又怎麼夠看呢？於是五富士只能靠砸錢來搞形象工程，投放了巨量的低俗洗腦風格的廣告，號稱全國小孩都會跳五富士的廣告舞。但是這最多只能讓人記住旋律，而不能讓人忘記恐懼和憤怒。加上在當時日本最有名的無罪辯護律師紅中純一郎的護航之下，五富士依然在很多案件中被判了有罪。在公眾視線裡，五富士的形象可以說是要多差有多差，但是這些還是沒能影響五富士的公司運營信用和股價，因為事實上他確實在實現自己的業務承諾，只是做法在社會層面上看有問題。這樣的話，顯然責任更應該歸咎在社會管理者一方，而不是自負盈虧的公司一方嘛。直到21世紀初，終於出現了給五富士造成實質打擊的事件。武井保雄被指控竊聽了2名記者，其中一位是長期撰寫對五富士的不利報道的調查記者。這激怒了日本的媒體界，各種媒體對此事件進行了異常詳細的系列調查報道。這些報道終於對五富士的公司運營信用造成了顯著打擊，股價也受到了影響。然後2006年，在鸟取縣的一個判決改變了日本消費金融的遊戲規則，成為對五富士的決定性打擊。之前雖然日本在利息限制法中明確規定了借貸利率不得高於年化15%到20%的區間，但是其實違反了也沒有什麼懲罰，屬於是用來給政府賺名聲的法條，並非真正的社會規則的法條。另一個出資法則是規定了年化利率超過29.2%時就算是刑事犯罪。大部分的消費金融業者就是卡的這條線，這段差額當時被叫做灰色地帶利率。但是五富士玩得更野，他們可以放年化利率40%的消費貸款出去，因為在實際操作中，常常是簽了米拉西弁済協議的話，就不會被管得太嚴。你可以理解成借款人足夠自願。那在日本工作的各位肯定都能理解日本這種模糊化的執法風格吧？就跟現在日本關於加班的多重規定差不多嘛。最低的15%到20%的那一條線，就相當於周工時原則不得超過40小時的規定。違反還是不違反，好像都沒有什麼區別。
29.2% 的那一條，大概就相當於36協定的潛規則上限。路子不夠野的公司過了這條線的話，就有比較大的風險了。而五富士就相當於一個月工作300個小時的那種黑企，走的是在職權協議呀、薪資定義呀這些裡面搞花活，使得員工們足夠自願加班的路子。那回到正題，總之2006年鸟取縣突然出現了一個新的判例，日本高院親自介入，裁定借貸雙方簽訂的米拉西弁済超過了法定最高利息而無效，認為協議過程中存在對貸款人的事實強迫，要求消費金融公司向貸款人返還過去多收的利息。高院親自介入，那自然就算是明確釋法了。這下消費貸公司們繼續用非法的高利率，真的會被檢察院起訴了。這次釋法之後，全日本的律師都嗨了，因為判例支持追溯既往，幾乎所有過去的消費金融貸款者都可以找律師打官司，要求拿回利息，而且幾乎是必贏的官司。與之相對的，這些提供消費金融服務的公司們就都哭了。過去的利潤突然就變成了未來的負債。同年，日本通過了改正貸金業法，將分階段落地其中的規定，最終的目的是降低借貸利率的上限和規制信貸總量。五富士做了20幾年的行業第一，自然也是哭得最大聲的那一個。與此同時，五富士的股價也應聲雪崩，現金流也斷裂。之後對於五富士而言，就是漫長的債務疊加。到2010年改正貸金業法完全落地時，它的負債達到了4300億日元，而且還在繼續膨脹。背着一堆債務的五富士也很難拿出現金來繼續發債，收入也銳減，已經不可能歸還債務。於是，在9月向東京地方法院申請了公司更生程序。之後的五富士嘗試了各種方法尋求贊助，但是都是幾百億的小數字，可謂杯水車薪。把申請了公司更生程序之後，繼續申請歸還過量利息的債主都算上的話，五富士一共有130萬潛在債主，其中90萬沒有法律爭議。這90萬人一共要求13700億的返還。據說實際上本來債主人數已經超過200萬了，只是他申請公司更生程序果斷，很多人知道要不回來了，也就中斷了申請。到2017年3月，改名為 TFK 的五富士更生程序終結，法人格被清算消滅。至於那麼多錢去哪了啊？這就是公司制度的妙處了呀！都看到這了，別忘了點讚、訂閱、硬幣還有熱推呀！我們下期再見。